最近真的有太多的新手机发布了，刚体验完 iPhone 16 Pro X200又来了。有一说一，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把各种设备混着用，不被单一的生态绑架。但是混搭全家桶其实很考验厂商的连接能力。平常呢，我 Windows 和 Mac 都会用 ，iOS、安卓还有鸿蒙也在体验。想要把东西传到其他的设备，空气墙是吗？如果集齐一个品牌的各种产品，基本上都会有生态加成。就比如说互相传输、文件管理、共享剪贴板这些。但是这些体验真的是什么技术壁垒吗？蓝厂在这一块的思路就很有意思，不管你是什么生态，让我来适应你。我们先来说说他们自己家的。如果有 vivo 手机能够实现跨设备的投屏，但是如果用的是其他手机呢，也能体验个8、9成。知道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这个软件 Windows 和 Mac 都有，甚至专门给苹果适配的英特尔和 M 系列芯片2个版本。只要连接上 vivo 手机或者是平板，照片还有文件随便管理，操作也很符合直觉。鼠标按住一拖，它就过来了；反过来拖，它也是可以的。以封闭著称的苹果，早期 AirDrop 有多好用，现在就有多拉垮。什么传着传着卡住啦，找不到人啦，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大了。如果你想 iPhone 和 iPhone 直接传上100个视频和图片，AirDrop 不了一点，我就直接互传。就算没有 vivo 手机 ，vivo 家的产品也主打一个主动融入生态。vivo Pad 连上办公套件之后，就能倒反天罡，用平板反控电脑。触屏的 Windows 见得多了，触屏的 Mac 可是连苹果都没有做出来，一下子帮库克节省了好几年了。这还只是 PC 端哈，移动端就用互传来打通3个系统。还记得刚刚的办公套件吗？互传和它结合起来一起用，那不就能实现10种连接方式？秦始皇看到了都得语无事。而且这个平板我用了半年，最近竟然还来了一波大更新。通话录音很正常，对吧？国产厂商领先世界的例子了，是谁才刚刚支持啊？将会录制此通话。vivo 已经把录音拓展到了 App 里面了，各种社交通讯 App 还有会议 App 接通的时候就会有浮窗，录完了之后在录音机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的分类，名字都已经帮我取好了，甚至还可以转好文字。我觉得 vivo 做的很好的地方是，它没有再弄一个新的 app， 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自带 app 里面集成了新功能。再比如后，原子笔记是老熟人了 ，vivo 在手写笔记里面放大倍率加到了10倍，那我直接放大10倍再来写，那这不就获得了一张10倍大的画布了吗？还有个更新就很及时，刚刚的国庆假期，我去澳洲玩了一圈，之前出国还能听个大概，土澳的英语有時候是真聽不懂一點呢。一开始用普通的翻译软件，后面突然发现多了一个同声传译，基本上一句话刚说完就开始翻译了。我觉得这是值得建造的东西。我跟外国人可以几乎没有什么延迟的对话了，谁懂以前我和服务员一起看翻译报错的尴尬。话说上一次我不是拿 vivo Pad 配键鼠玩游戏吗？现在 vivo Pad 3 Pro 这个游戏可以开120帧，这次加大力度，真成桌面级电竞了是吧？不知道什么时候 vivo 和长续航就刻在我的脑子里，可能是之前安卓手表入坑那一期，我说 vivo 手表的续航挺离谱的。现在我戴的这一块 vivo Watch GT， 在7屏显示全开的情况下也用了7天，早知道把行李箱的充电器拿出来多腾点地方了。vivo 的表也是多平台制霸，如果连的是 vivo 手机，还可以看日程，还有快递各种提醒。连 iPhone 的话，收微信消息也很够用了啊！对了，有车的还可以当车钥匙，2个轮的、4个轮的都有。感觉比起做生态里的一环，vivo更想做好一块表，一块可以长期佩戴、不挑手机的表。这一次更新了一大堆的第三方 App， 做一块轻智能手表，把一些常用的软件补齐之后，也慢慢有了自己的软件生态。这一次还更新了3款表盘。这个表盘的细屏显示上面还有个小表情，太可爱了。说个好玩的哈 ，vivo 的小伙伴跟我说有一根新表带很好戴，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，原来是被工作室的小伙伴给拿去了，装到他自己的 vivo Watch 上面了，是不是很大的？不过这根表带还真的挺百搭的，方表盘、圆表盘搭起来都很好看，材质是 TPU 的，外面做了一些编织纹理。因为小伙伴常常出差，出席各种的场合，我就让他继续戴着了。这手表我们点开这里，然后滑到底下有一个叫做对讲机的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联系到附近的手表，请求对讲。
你好呀，你好呀 ，over。现在就来，现在就来 ，over。其实我最常用的 vivo 产品是这一副 vivo TWS4，直接用来当办公耳机了，每天戴个5-6个小时。上一次充电的话是1周前，本来也只是拿来听听歌、看看视频的，没想到 vivo 的更新连耳机都不放过。TWS4 也有 OTA， 改进了通话质量，这个改进其实还挺容易被大家忽视的。我拿刚出的 AirPods 4对比一下，千里，你要吃辣椒炒肉拌面吗？千里，你要吃辣椒炒肉拌面吗？它有点像是你花钱买了一个很好的麦克风，和朋友在打游戏，只有对面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得到。那应该没问题吧？哎，你别说话了，你别说话了。这次 vivo 在产品发布半年后的2次更新，让我感受到了认真，很多功能不是异想天开，是一些细节延伸出来的思考。总的来说，耳机、平板、手表，它们在日常使用的比重没有手机那么大，但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蓝厂用 vivo 办公套件和互传，将不同厂商、不同设备连接起来，淡化了生态的边界。或许在他们看来，做一个本身足够好用的产品，比用生态去绑架用户更重要吧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